哎呀，这床坐久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啊，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昨晚呢，有一个姑娘跟我联系啊，说自己被男方给耍了啊，到嘴的王八给跑了，到底是追还是不追？这姑娘是88年的，本科学历，国企工作，年薪在10万左右。因为工作比较忙，再加上自己啊只找优质男，就把自己的这个年龄啊给拖大了。上半年家里亲戚给介绍了一位优质男啊，这个87年的硕士，年薪在20左右。两人见面啊，那是相见恨晚，认识半个多月啊，就火速确认了恋爱关系。随着感情的发展呀，这订婚仪式啊，他就提上了日程嘛。国庆期间呢，见了双方的父母啊，见完面啊，那家里人都闲不住了，就开始各种催婚。这个上周啊，男士啊也主动问了这个女方，结婚彩礼你要多少？这姑娘当时啊也没有给个明确的信儿，有些害羞啊，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这第二天啊，她给男士回复说彩礼20万，女方的理由是啊，这一啊老家的风俗基本都是10到20万，哪个地方我就不说了啊，反正啊我了解的是没有那么高。其次啊，这男方的条件啊本身他也不错，真心过日子啊，这彩礼给1年的工资啊他也不为过，就定了20万。男方听完啊，觉得自己啊他不能接受这么高的彩礼，他也有理由，一是自己老家的这个风俗啊在3万到8万，二是自己手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啊，都去买房和装修了。最后啊，跟这个姑娘表态说啊，自己愿意给10万的彩礼，女方呢也不需要啊给任何嫁妆。这要求呢被女方呀给拒绝了。她觉得呀，男士在彩礼上面啊讨价还价，是吧？那你肯定啊不是真心想要结婚的。就这样，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啊，男士妥协，说我可以给出20万的彩礼，但是啊，需要女方啊签一份赡养协议。内容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如下。这个第一呢，是男方是独生子，父母都是农村的，也没有退休金啊。男方希望在父母60岁之后啊，每月从家庭共有的收入当中支出800元给2位老人作为生活费。这第二呢，就是从家庭收入当中啊，这男方要给父母啊购买这个医疗保险，每年啊大约在5000左右。这第三啊，就是每2年春节啊必须回男方的老家一次啊，给父母啊2000元的节日补贴。第四是父母晚年只剩1人的时候啊，要接到家里来共同居住，以尽孝道。还有一个是，如果2个人呢在5年之内离婚啊，彩礼需要退还50%作为补偿男方父母的养老基金。这姑娘听完呢就炸开了锅呀，说什么也不同意啊，认为男方啊这是明显的在向自己用手段来欺诈她。按照这协议啊，1年杂七杂八的，那就要给出将近2万，这样算下来，男方呢10年就回本了，我还免费给男方当了10年的保姆，又出力又生孩子的，而且如果5年之内离婚，我还要退回10万过去，这不是做梦吗？男方就解释说呀，这个协议啊本来就是啊子女应该履行的义务，况且是婚后共有财产，以自己的实力啊，这钱啊基本都是自己来出的。离婚那条啊，并不是想要多少回来钱啊，只是希望女方能够好好跟自己过日子而已。就这样，两人呢是互不退让啊，关系就僵在那里，冷战了有将近1个多周啊。前天下午啊，男士突然就发信息说啊，两人不合适，不想耽误了这姑娘，提出了分手。这姑娘一看呀，啊，立马慌了神呢，急得跟这个男士解释说呀，啊，自己想通了，可以接受协议。男士却回复说呀，不是协议的事情，而是自己啊确实没有能力啊给这20万的彩礼，不想为此啊耽误了这姑娘的大好前程。于是这个姑娘呀就跟我控诉啊，这个男士啊是多么的有心机啊，从一开始啊就没有想过要给彩礼，协议啊只不过就是分手的理由而已。说着说着呀，这姑娘就开始啊哭啊，自己这么大年龄了啊，好不容易遇到一位合适的优质男啊，不想就这么错过了。说如果20万的彩礼男方觉得多呀，他自己啊是甘愿啊降到10万。但是啊，在他自降身价之后啊，跟男方联系啊，依然是被拒绝了。男士啊说什么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这姑娘是越想越后悔啊，她就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前些日子我去市场卖王八啊，有人看上了，觉得我这王八哎呀品质特别好，问我多少钱，我说20万。那个人说我疯了吧，别人都卖200，你竟然卖20万。我说这样吧，我自降身价啊10万卖你了。那个人他不买啊，觉得太亏了，还骂我太贪心啊。我一听我就不愿意了呀，明明我都给你便宜一半了，怎么你还挑3拣4了？你看道理是不是都一样啊？买卖不成啊，无非就是价格不公啊，有人觉得亏了。那至于哪方亏了，大家来给说道说道。
看我视频的你们啊，没事啊，千万别给人搓冷了说媒啊。这年头啊，说媒啊，不是被累死就是被气死。想想我都觉得特别好笑啊。这上个月呢，我撮合了一对单身男女啊，男士是91年的大专，国企上班，年薪在10万左右吧。这个姑娘呢是93年的大专，在私企做文员的啊，年薪在6万左右。两人刚见面，他们就觉得很合适啊，就说要相处看看啊。每天呢也是聊天呀、视频通话都很甜蜜，话题很暧昧。隔几天呢就见个面，彼此啊心意都已经表明确了啊。这个男士也想着等疫情这个结束啊好一些的时候就去跟姑娘表白。这月初啊，这个疫情不是放开了吗？阳的人啊他就越来越多。这姑娘单位里陆续好多人都发烧了，他就害怕自己啊这个得了之后怎么难受啊。他就和男士说呀，现在啊外面都是一药难求啊，自己啊怎么也没买到药，万一再发烧啥的怎么办？男士听完呀就说呀，我这里有药啊，我给你送过去吧，顺带呢请姑娘出来吃了个饭。就上周末嘛，精心打扮了一下就去赴约了。刚见面两人聊得都特别开心啊，互相夸对方人好，还约好元旦一起出去啊旅游。饭后两个人就去公园里散步，散步途中呢，男士还主动牵了女士的手啊，两人呢就这么溜达散步了快2个小时。男士就送这个姑娘呀回家，在路上呀，男士拿出了一盒布洛芬啊，说现在啊到处都没得卖了，强调这药啊只能发烧全身疼的时候吃。姑娘还特别感动的就抱了一下男士，说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还会给我送药，你对我真的是太好了。姑娘还感动的回去啊给这个药拍了个照片，发了个朋友圈嘛，说感谢遇到你。嘿嘿，这前天啊这姑娘还真发烧了啊，赶紧的多喝水啊，找药吃，就拿起布洛芬呢，打开盒子一看，里面就一板，而且这一板还被抠了很多，就剩了4粒了。姑娘看了的是越想越气啊，觉得自己难道连一盒完整的这个药都不配吗？当时啊因为发病啊也没有跟这个男士过多的去沟通，吃了药之后啊就赶紧休息了。这几天啊这个男士啊发信息他也不回，想着呢自己好多了，就给男士啊打电话过去质问，为什么给我吃剩下的药？亏我自己当时还很感动，以为你有多喜欢我。这男士听了就赶忙解释啊，我自己也没有买到药，这个布洛芬还是之前家里剩的啊，里面呢还剩了7粒，我自己就留了3个，给你送了4个。姑娘听了就觉得特别好笑啊，对待自己的态度竟然是这样，让我吃剩下的布洛芬。男士听了也不愿意了啊，说自己留下的还没有给你的多，我不能把我的全给你吧？那我生病了没人管我，我就没药吃了呀。于是啊这两人呢是一人一句啊吵起来了。女方的辩论观点啊是，你喜欢我想跟我结婚啊，你就应该关心我，给我一整盒的布洛芬，而不是应该啊让我吃剩下的，让我觉得你压根就不珍惜啊。男方的辩论观点，药是治病了，多了也没有用，自己留下呢也是以防万一啊自己生病的，这是情理之中啊。女方这人太自私了。于是啊这俩人就争吵啊，情绪没有控制住，男士啊就说了这姑娘一句啊，这个不识好歹。于是这姑娘就特别生气啊，也骂了男士啊这个一家。最终呢两人啊都给我打电话啊，跟我说呀处不下去了。我听完也是特别无语啊，血压搓上不去，直接往上掉了。我劝他们，我说各自啊换位思考一下，互相理解。但这两人不听啊，就互不退让，非说对方呀算计太深。这个姑娘就说呀，这不是布洛芬的问题，而是两人如果结婚了，那是一辈子的问题。这个男人啊太自私了，这4粒药怎么好意思送得出去？最关键的是还把我给骂了，这个事啊坚决忍不了。男士说呀，这也不是药的问题，而是女方人品的问题。他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药呢？他说我骂他，他把我全家都骂了一个遍。听到这儿，说实话我真的已经劝不动了。既然两位啊都还没有谈，那就好合好散吧。一盒布洛芬啊都闹成这样，以后的日子那不得天天打呀？想想我都笑了，都是布洛芬惹的祸。大家觉得这事儿谁对谁错？这最近火大啊，上户外来降降火。我跟你们讲啊，这有些人找对象，你真的能让他给气死。今天上午一位32岁姑娘来找对象啊，她说自己是90年的，本科学历，身高在目测150左右吧，年薪6万多啊，家是农村的，有个弟弟。说完之后啊，先是跟我感慨啊，自己单身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自己满意的。后面呢是抱怨现在男的找对象对他呢是挑三拣四啊。我问他择偶要求啊，他说男人能力要放在第一位，这年薪啊起码在20万以上。现在这社会啊，低于20万活着都困难。其次我比较看重男方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优先考虑。这第三呢，我欣赏那种啊有大格局的男人，这人一定要好，有远见。听完那一瞬间啊，我是发呆了几秒。我问这姑娘，你是头回相亲吗？她说不是呀，我都相了3、4年了。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我满意的。说完还很疑惑的问我啊，说我要求高吗？哎呀，说我已经忘看很多了，要不是这年龄大了，这低于50万年薪的我都不会见的。当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控制住笑了一下。这姑娘直接瞥了我一眼，我立马收敛一下，问她除了这3点还有其他的吗？她说呀，主要就是这3点。我一听这感情还有次要呢。我说这有个男士91年的，常年在国外工作，1年20多万，单亲家庭，母亲是在国企退休，要求不算高，想找个女孩子呀是本地的，人好就可以。这姑娘一听呀，就跟我说，哎呀，这30多岁了，在国外工作才20多万呢，一看就没有能力，不考虑。哎呀，听完我是直接怼了过去你自己不才赚6万吗？你嫌人家赚20万的没能力啊？他说我是女人呀，那赚钱我是指望男人的，问我还有没有合适的。我说呀，这有一个大你3岁的卖二手车的，收入不错，1年20-30万。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打断我，跟我说不愿意。这卖二手车那不都是2道贩子吗？这工作不体面。哎呀，听得我是人屎忍尿，我也忍不下去。你来找对象没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吗？单拿哪一项出来你都是个王炸，个子不高，年龄不小，农村户口还有弟弟，最关键的是这个事儿多脾气大，毛病还不小。你想让年薪20万以上，家庭条件好，工作体面有情商的男人来认识你那真的是痴人说梦了。就刚才我给你介绍那2个男生人家都不一定能看得上你。你都32岁了，符合你这些条件的男人，要么结婚了，要么人找个这个个子高身材好年轻又漂亮的不行吗？你不要这么的不自知他说我可以接受年龄大我10岁以内的。我问他离异带娃的你接受吗？他说年薪50万以上的离异不带娃的可以考虑一下，还得看这个人的工作和外貌怎样。我一听完了那养老院里一亩3分地那就是你的归宿了。来找对象都稍微收敛一点，别老跟欠儿灯似的二虎吧唧毛了3光的，说话办事你得有点谱吧。缠别人的钱咱们就得包容一下人家的缺点。怎么地，你把我这当成中国梦想秀了？我是来给你实现梦想的吗？时间长了别让人膈应。送客这种人真难伺候。娃娃们快送走。滚。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32岁了，一直单身呢，本科毕业，在国企工作，年薪6万左右。她自己也很着急但总是相亲不到满意的。我问她，我说你到底想要找什么样子的？她说呀，想找一个人品好又顾家又靠谱的男人。我说你这范围也太大了，你可以具体一点呀。她说呢，自己其实也没什么要求，只要人好有感觉就可以。听完呢，我就跟她说我说我这边确实有不少男士人挺好的，但是多少都有些明显的短板就是缺点。他们找对象要求也不会太高。既然你比较看重感觉，那我就先把他们的缺点说给你听听，你要接受的话我呢就介绍给你，不接受咱就算了，免得介绍给你你又看不上人家。他听完之后也同意了。这介绍的第一位男士主要缺点就是胖身高在175左右，体重接近200斤。他一听就跟我说，哎呀，这也太胖了，自己的身材都管不住，那还能干啥呀？不愿意。这第2位男士学历中专，家是农村的，父母也没有社保，兄弟2个他是哥哥。这姑娘一听这不行，我是本科我不能找本科以下的，兄弟俩麻烦还不断，而且农村婆婆她也厉害。接着呢，我又介绍了第3位男士这个男士情况比较特殊一点脱发比较厉害，个子也不算很高165左右。但是这个男士我是比较了解的，认识时间很长嘛，知根知底，人品特别好。这姑娘一听我不同意秃头很难看的，个子太矮那也太丢人了。听完呢，我又给他介绍了第4位男士人很好，但是太老实了，没谈过恋爱，性格比较闷，不会哄女孩子开心。他一听就不愿意了，说不喜欢太老实的，起码2人谈恋爱他得懂我的想法吧，我生气了得知道会哄我，不然的话我干嘛要跟他在一起呢？说完呢，就特别不情愿的跟我抱怨，说我给他介绍都是歪瓜裂枣他一个都没能看得上。听完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给你介绍这些还真不是歪瓜裂枣第一位胖子男士人家是有车有房，海外留学硕士，父母还是公务员，性格好，在华为工作，那年收入嘛肯定可观呀。这第2位呢，虽然家是农村的，中专毕业就在外创业，现在自己开2家工厂收入咱就不说了，手下员工都有100多位。这第3位男士在研究所搞科研的，年收入稳定在30-40万，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家庭教育都非常好。那第4位男士呢，这个是一名医生因为大学确实比较忙这个学业顾不过来，也没有时间去谈了。这姑娘听完立马就跟我说哎呀，那感觉还不错都可以认识一下。我问她，我说你不是都没有感觉吗？她说那不是因为你先说他们的缺点吗？你看看要么长得胖，要么长得丑，要么家是农村的还兄弟2个，要么是情商低的，所以我才不愿意
我一听啊，合着你所谓的有感觉，就是对方长得帅、身材好、情商高、家庭条件还好、个人还有能力的呗？这姑娘一听啊，说啊，那也不是，我这个人吧，不是很看重物质，感觉呢就是看对眼儿，这个对方长得看起来舒服，相处起来不讨厌吧？听完我就头疼了，姐妹儿，你好歹明确的告诉我一下，什么是有感觉吧？最后这姑娘啊是缓缓道来呀，这个车房啊是要有的，没有贷款最好，有贷款呢也可以，但是个人能力得强啊。你像我一年赚6万块钱，他一年得起码15万吧。家庭条件呢我也要求不高，这个男方父母城市户口有个退休就行。工作上面啊，这个男人工作嘛最好体面一点，公务员呀、事业单位啊、管理岗啊、这个医生啊都可以的，我也不挑。这人这一块呢，就是啊，长得呀不要求多帅，毕竟啊我也配不上人家，但是也不能太丑，稍微差不多的就行。性格稳重，思想成熟啊，这个是我最欣赏的。其次人品要好，有责任心也是我最看重的。两个人相处啊，这个情商啊多少得有点吧。当然呢，我要求也不那么高啊，起码呀会哄我开心就行。说了这些之后还问我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的妈呀，这些都已经灭绝了吧？临了还加了句啊，哎呀，不找离异的，身材不好的。哎呀，忍了忍，我就跟这姑娘说啊，总是这么做梦找对象，都32了，最后不耽误你自己，耽误谁呢？好了啊，最近许愿池里面的王八有点多啊，我等会儿我得去市场上卖王八，一只王八我得卖30万，看有没有人识货啊。这前2天呢，有一位男士啊来找对象啊，条件真的特别好，92年的硕士研究生啊，海归，从事金融行业。他来找对象呢，有一个要求啊，就是他有处女情节，希望能够找母胎单身、门当户对的姑娘。说实话啊，现在的相亲市场啊，母胎单身啊，不论男女啊，确实不是很多，但大把的男士啊，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处女情节的。昨天给他联系一位姑娘啊，94年的硕士研究生，刚毕业没有2年，这个母胎单身，是一名医生啊。两人呢是互相看了资料，也都挺满意啊彼此的条件，就约在今天中午啊一起吃个饭。就在刚刚啊吃饭结束了，两人是同时啊给我打电话，一先一后啊。这种情况一般啊都不是什么好事儿。两人呢一上来啊就是互相指责，一人一句啊，我算是明白了这个过程啊。我给大家模拟一下现场，挺有意思啊。这中午吃饭的时候，这姑娘是带着闺蜜去的，人闺蜜95年的，是一名警察。据男士描述啊，这个姑娘长得非常好啊，很有气质，而很漂亮。姑娘说呀，自己是没怎么相过亲啊，不太放心，所以让朋友啊陪着来了。那男士听了呢，哎呀，也可以理解，也尊重啊。就这样，3个人一起吃了饭。刚开始啊，两人聊了些生活家常，聊得还算愉快。可是越往后啊，越冷场。这姑娘呢也不怎么搭理他啊，只是自顾自的玩起手机。反而是这个闺蜜啊，看有些冷场，就主动替她朋友说说话，解释说呀，这是第一次相亲啊，所以不太好意思。慢慢的呢，这男士啊就有点不太愿意啊，说话有些直。毕竟咱来相亲啊，好心请你吃饭啊，你带朋友也就算了，你还拉的个脸，那是几个意思啊？他又直接问这姑娘是不是不喜欢自己。这姑娘说啊，没有，自己只是比较慢热，毕竟母胎单身这么多年啊，对待感情啊还是比较谨慎的。那男士一听啊，就问这个姑娘啊，喜欢什么类型的？这姑娘说呢，男人啊要成熟稳重，有大格局，有眼界，工作上面要能力突出，回到家里啊也要温柔体贴啊，爱我最重要。说到这儿，这闺蜜啊有点听不下去了，说这世上没有这样的爱情啊，不要期待太高，人品正，有责任心啊才是最重要的。但这姑娘就不愿意了，说自己啊母胎单身啊很珍贵啊，现在这样的女人啊都很少了，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真心爱我的才值得。听的男士啊那是越来越不爽啊，是句句都不离自己母胎单身。于是他就问这个姑娘，那你只要求男人爱你就可以吗？人丑个子矮年龄大工作在底层你能接受吗？这姑娘一听啊就问男士，你是故意的吧？我当然是先要看条件呀，条件差的我见都不会去见的。我并不是挑，而是因为我自己都很优秀，我不高攀，但也不能找个底层的人吧。我年薪20万，我不能找个低于30-50万的吧。我房子140多平全款，我不能找房子还不如我面积大的，还有贷款的吧。我可不想结了婚降低我自己的生活品质。其实说到这的时候，这个男士就已经很不喜欢对面这个姑娘了，说话呀就很直接了。那你的意思是你要找个有车有房条件好的，工作有能力，一年还能赚个30-50万，还要对你好，哄着你，回家伺候你的男人吗？姑娘也很直接啊，对呀。男人呢就笑了笑，问他呀，你是哪来的自信啊？你是年轻漂亮了，还是温柔体贴了？这姑娘听完就生气了，说你不就是图我母胎单身才见我的吗？你不就是因为我条件好才喜欢我的吗？这男士一听啊，接着说，姑娘你太搞笑了啊，这顿饭吃的我都快喜欢上你闺蜜了。她谈过恋爱，待人温柔啊，知道给我们俩夹菜，明事理在一旁边啊也不说话，反倒是你什么都觉得男人应该干的，你闺蜜还知道劝劝你现实一点。
这姑娘气的呀，扭头就走啊。结果就是出来就给我打了电话，说这个男士啊太渣了啊，侮辱了她。不一会儿，这男士还打电话过来，先是道歉说呀自己啊被气着了，说话呀有点没分寸。后是解释了一个这个过程。婚恋市场上，母胎单身啊确实是加分项，前提是你得年龄不能太大。你看你自己气质上面压过男人，要求上高过男人，以自己母胎单身啊就定性自己的高价值。拜托，你的价值是由相亲市场上来决定的。快30岁了，母胎单身，脾气还大，哪个车房全款、年收入50万以上的男人能敢娶呢？如果面临二选一，娇柔造作的母胎单身女和善解人意的有恋爱史的姑娘，多数男人啊他也会选择后者的。毕竟啊，男人他也不傻不瞎吧。我一般不跟人说心里话。这上午有一位相亲男士来找我找对象啊，简直了，2个多小时呀，把控全场呀，狂嗨2个多点，简直是啊，狂拽炫酷，邪魅霸道。哎呀，我捧哏捧得太累了啊，最后不得不打断他呀。这男士呢是90年的啊，这个做销售的，年收入不明。我就跟他沟通啊，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了，开始了啊。这个男士呢是大专学历，关于学历啊，男士就说呀，自己从小到大啊都没有认真学习过，但只要他想学，那成绩啊就能好到让人羡慕。曾经有一次做数学题啊，他自己一下子就想到出了4种的解题方式，而那道题呢，他们全体的这个数学老师啊和学生啊都做不出来，这让老师们很没有面子啊。从此啊，这个数学老师就针对他，给他穿小鞋儿。总而言之啊，简直就是天赋异禀，人间罕有的读书奇才啊。但由于啊自己看不上数学老师，再加上这个数学啊只做难题，导致最后啊自己高考失利啊，才考了40多分，只能上了个大专。如果啊当时再努力一点，这北大清华对他都不是问题。哎，学历这事儿啊，我大概是清楚了，我就问了他一下这个工作情况跟年收入这一块。他呢先是又从大学铺垫了一下啊，虽然是专科，但是他依然天赋异禀啊，从来都不去上课，考试成绩那牛的都不行啊。接着呢才讲到工作，他做销售的，那业务量那是全公司最高呀，业务能力好到一塌糊涂。但因为受不了自己年纪轻轻啊赚太多钱啊，就跳槽去了隔壁家的健身房。我问他，我说那你年薪到底是多少啊？他说啊，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去了新公司啊，依然凭借着天赋异禀啊，让他在新公司里面是业绩爆棚。别人一天能卖几张卡，他一天能卖上百张，这整体核算下来，一个月至少7、8千块钱。听得我是目瞪口呆呀，确实佩服这样的奇才。我又问他，我说这个车房情况到底怎样啊？他一听啊，喝了口茶说呀，想当年啊，自己年纪轻轻啊，月入那么多的时候啊，他就很聪明的意识到一定要买一套房子，于是就按照自己的身价去看了很多的楼盘啊，有的呢是这个3、400平的别墅，还有呢有1、200平的洋房。当时啊想着一次性付款，后来又担心啊楼盘万一有一天崩了，这跳水了怎么办？本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于是啊他就买了一套70多平的房子啊，贷款了50多万，现在每个月还贷2000多。这关于车呀，他说这个人呢总是要返祖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呢不喜欢这个城市啊，愿意去乡下种地？同样车也是，那是反人类的东西，多少人上班迟到，多少人堵车呀，所以我选择坐公交。关于他的生活圈子、家庭圈子啊，他也简单的做了个介绍，总结一下就是啊，他不仅自己牛，他的朋友啊也是各种牛啊，混得最差的那个也当了公务员了。哎呀，我跟王八们啊在边上呢，直接就听呆了呀。最后呢，我也是实在是有事我忙不开啊，也没时间过多的跟他沟通了，我就直接拒绝了他，明确的跟他说啊，想找对象先要脚踏实地，30多岁了不能这么飘了，改改口嗨的毛病，不然这辈子想找真心过日子的对象真的很难的。口嗨不是病啊，嗨起来要人命啊。中午呢，有一对单身男女来相亲啊，女方上来就表态呀，我婚后不想生孩子，男方立马同意，问女方呀，彩礼可不可以不给？女方直接回复啊，不可以。这位男士呢是92年的啊，身高在175左右，做建筑工程的。姑娘呢是91年，偏胖一点啊，企业会计。两人是互相看过资料，觉得都挺满意啊，所以约在今天中午12点在办公室里见个面。这中午呢11点半左右啊，这个女方就来了，一直等到了12点啊，姑娘就有些不太愿意啊。最后呢，男士啊还是迟到了10分钟啊，一进来就大声这个喘气啊，就说着不好意思啊，路上堵车呀，迟到了。这姑娘一听啊，这个脸一摆色啊，也没什么好脸色。我一看呀，赶紧招呼两人啊去会议室里聊聊天。这个两人啊进去见面坐下，这个女士就自顾自的一直喝咖啡啊，也不怎么搭理这个男士。他就有些尴尬，就主动问了这个女士啊，这个平时喜欢点什么？结果这姑娘呀就直接说啊，你问那些啊没什么意义，咱呢聊点正经的。你这边工作具体做什么？年薪多少啊？车房呢有多少贷款？
男士听完啊，心里也是有点不太愿意啊，觉得女方太势利了。但是呢，也介绍了一下自己啊，是做建筑工程的，经常啊包活干，一年在20-30万左右。这个车是福特，房子呢比较偏一点，面积90多平啊。不过呀，好在是没有贷款。这姑娘听完啊，就有些不太满意啊，说我不太能接受你的工作，但你赚钱还可以。这个房子啊太偏了，好在没有贷款，我们啊可以考虑认识一下。然后啊，精彩的部分就来了啊，这姑娘就开始摊牌啊，说自己婚后啊不生孩子，觉得自己的人生啊本来就很累啊，没有精力去抚养孩子。男士听完就问啊，那你不生孩子结婚干什么呀？这姑娘就说呀，想找一个精神伴侣过二人世界。男士听完就问啊，你不生孩子，那彩礼可不可以不给呀？姑娘一听啊，不可以。如果生孩子才给彩礼，那我不是工具吗？何况我还要照顾家庭，收拾家务。这男士说呀，哎呀，我请人做家务，可不可以不要彩礼啊？姑娘说呀，不可以，因为两人生活在一起啊，是要付出情绪价值的。那对方生气，我也不能白受气吧？男士接着就问啊，那好，我这边呢可以下血书保证啊，对你百依百顺，绝对不让你受半点委屈，可不可以不要彩礼？姑娘回答呀，不可以，你是在做梦呢，女人跟你结了婚，还要承担被抛弃、被出轨的风险。这男士就说呀，那好，如果我跟你签对赌协议，保证忠诚，可不可以不要彩礼？姑娘就说啊，不可以，我婚后还要帮忙照顾男方父母，我自己的父母都照顾不过来了。男士一听啊，就说那我把4位老人送进养老院啊，全都住 VIP 客房，是不是可以不要彩礼了？最后这姑娘实在是忍无可忍，拎包就走啊，转头就跟这男士说啊，你这人怎么这么爱算计啊？娶老婆还不想给彩礼，格局太小了吧？活该你单身一辈子。这男士听到也不愿意啊，你都30多了，又想让别人照顾你养你，还不想给别人留个后，彩礼不松口，还要男人什么都要顺着你，你嫁神仙去吧。就这样呢，两人见了不到半个小时啊，就来我面前呀，是数落对方的各种不是啊。我跟王八们就夹在中间啊，一时也说不上来话。你不想生可以，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也要放弃吧？姑娘，你看看你的择偶要求啊，都是利己的。男人要有能力，赚钱要养你，彩礼也要给你，你图的倒是挺多，但人家图你啥呢？他图你感情图不到，他图你脾气好吧，你比驴脾气还大，还不如找个驴呢。图你给生个孩子吧，你直接给人家断后了。对别人态度啊还不咋地，就你这样我都看不惯。这姑娘听完呢，没说啥好话呀，转身就走。哎呀，给这种人交对象呢，都是一次性买卖啊，下回啊门都没有。